啊，你这样弄柯文哲弄爽了，现在的换弄我啦，那你就弄吧，随便啦，好不好？就故意要用这个来针对，我们就叫律师去处理啊，这个不是我的范畴啊，这个律师会去处理。我被检举啦，被民进党检举啦，要办我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咱们来聊一下馆长陈之汉。哎呀，说到这个馆长最近可是又摊上事了，民进党那帮人又开始折腾了。哎，你说说这帮人一天到晚正事不干，他就盯着馆长这点事儿。这次又是啥呢？说是什么青鸟举报了馆长，要罚他100万。哎呦喂，100万新台币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别急，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事的前因后果给他扒拉的一清二楚。那这个事的导火索得说到7月21号那天那个馆长跟往常一样开着这个直播，跟咱们网上的兄弟们在网上聊天，聊得正嗨呢。这个馆长就顺手亮了一下一个民调的图，就是那个726罢免案的民调。哎，就这么个动作哎，坏了呀，这可捅了马蜂窝了呀！没过2天这个馆长就收到了选务部门的来信，一封官方认证的警告信。信里说，陈之汉先生，你被人举报了，你在直播里公布民调，违反了我们台湾地区的选罢法了。这个所谓的选罢法是啥玩意儿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法律规定在投票前那么几天谁都不能再公布讨论民调了。为啥呢？他们说怕影响大家投票。那行，这规定咱就当它是有道理。可是问题是这个罚款的数目可就吓人了呀。规定说你要是个政治人物，或者是跟这个事有直接关系的人，最低罚20万，最高能罚到200万新台币。那馆长不算政治人物吧？就算他不是，按这个普通人算，那也得罚个10万到100万。嘿，我跟你说馆长这暴脾气，他能服气吗？他在这个直播里直接就开骂了。我呸！当我是厦大的呀？这不就是故意找茬吗？民进党这帮人就是看我不顺眼，想尽办法要搞我。大家伙给评评理这个事儿他蹊跷不蹊跷全台湾那么多人那么多节目讨论这罢免案的多了去了，为啥就偏偏盯着馆长？而且举报他的人是谁呢？这个信上写的是民众举报。哎呦喂，这民众可就太有学问了你猜这民众是谁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肯定就是那帮所谓的青鸟呗。那说到这个青鸟，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熟。这个青鸟不是天上飞的那个鸟，这是个人造的词儿。赖清德不是有个青字吗？他那帮铁杆支持者侧翼网军为了拍马屁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叫青鸟，听着是挺文艺的，干的事可是一点都不文艺。想当初这个赖清德刚上台，在立法院里他的政策被蓝白两党联手给挡下来了，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赖清德咋办呢？他就大手一挥，喊话他的青鸟们上街去抗议，给我造势。好家伙，那段时间这个青鸟们可威风了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这个立法院门口去闹事天天在那喊口号，把这个交通都给堵了。他们还跑去包围国民党的中央党部，那阵仗跟要打仗似的。不过我得说，这一届的国民党立委可不是吃素的。你青鸟不是人多嗓门大吗？这国民党直接在党部门口架起了大音箱大喇叭跟你对着喊，你喊一句我回敬你10句，那场面简直就是街头 K 歌大赛别提多热闹了。那后来呢，搞那个大罢免，想把几个看不顺眼的国民党立委给罢免掉。这个青鸟又是主力军他们在这个网上带风向，搞人身攻击，造谣抹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当时觉得自己可牛了，走路都带风青鸟这个名字就是他们骄傲的勋章结果呢？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大罢免惨败输的那叫一个惨。这一下这个青鸟们可就傻眼了之前有多嚣张现在就有多丢人。这以前他们以自称青鸟为荣，那现在呢，谁还敢再提青鸟这2个字都觉得臊得慌，跟过街老鼠似的。所以你看现在这帮青鸟他们不敢再上街了，也不敢跑到馆长直播间去踢馆了，就只剩下背后搞小动作的本事了，躲在这个键盘后面偷偷摸摸的写举报信打小报告。哎，你说说这不就是输不起的表现吗？简直就是一群斗败的小公鸡，又可怜又可笑。
那话说回来，民进党和他的青鸟们为啥就这么恨这个馆长呢？非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呢？这罚款它只是小事儿，这背后水可深着呢。这个事吧，得从这个馆长2次大陆之行说起，一次是去这个上海，一次去深圳。馆长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直来直去嘛，他没去搞什么官方拜会，就是以一个普通台湾人的身份去走一走看一看。他用他这个镜头直播给全台湾的民众看一个真实的大陆到底是什么样的。他拍的上海的高楼大厦，拍深圳的科技发展，拍大陆的地铁有多方便，拍大陆的年轻人有多拼搏。那这一拍不要紧这个台湾很多人的观念一下子就被颠覆了。因为在这个民进党常年的宣传里这个大陆是啥样的？是吃不起茶叶蛋，没有下水道，是这个厕所没有门的。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给这个台湾民众洗脑，把大陆描绘成一个又穷又落后的地方。结果这个馆长的直播一出来，嘿，大家一看，跟这个民进党说的完全不一样人家那个发展比咱们台湾好多地方都好得多呀。这一下这个民进党的谎言就像个被戳破的气球，噗的一声全就漏气了。馆长呢，用最真实、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很多台湾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大陆。这就是民进党最害怕的，因为他们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制造两岸对立、抹黑大陆的谎言之上的。那馆长等于是亲手拆了他们的台掘了他们的根儿。那从那一刻起，这个馆长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这馆长不仅成了两岸交流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也是光荣的登上了民进党的黑名单。他们心里面想这个陈之汉绝对不能留。更让民进党受不了的是这个馆长他不光是去大陆看，回来以后他还敢公开的说出自己的认同。他在直播里不止一次的振臂高呼我是中国人。在今天台湾这种政治环境下喊出这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很多艺人商人为了不得罪绿营，连这个中国台湾都不敢说。可是这个馆长他就敢而且在他的带动下呢，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也敢于在这个网络上，在生活中骄傲地喊出我是中国人，再也不怕那些青鸟的围攻和网络暴力。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没什么可怕的呀，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理直气壮。你说就凭这一点，这民进党能不恨他入骨吗？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找机会，想尽一切办法要打压馆长。这一次的罚款事件不过是他们无数黑手操作中的又一次而已。那说到打压罚款这种事对于馆长来说那都算是毛毛雨了。咱们聊点更惊悚更黑暗的这个事实上民进党对这个馆长那可是动过真格的。时间回到2020年，那一年很多支持馆长的老粉丝可能还有印象。那个时候的馆长呢，其实是支持蔡英文的，他觉得蔡英文能给这个台湾带来新希望，还跟很多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一起搞活动，帮他们站台。可以说蔡英文能第2次当选，这个馆长他也是出了一份力的。但是呢，等这个蔡英文真的上台以后，馆长发现不对劲儿这之前竞选时说的那些承诺，什么司法改革什么居住正义全都跳票了一样都没兑现馆长这个人实诚他觉得你骗了我，骗了全台湾的人，那我必须得说出来于是这个馆长开始在直播里公开批评民进党，批评蔡英文。他这一反水可把民进党给惹毛了。好你个陈之汉我们把你当自己人，你居然敢反过来咬我们。然后呢，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2020年8月28号的凌晨，这个馆长刚刚结束直播，走出自己的健身房，就在门口一个枪手已经埋伏了足足2个小时，对着馆长砰砰砰连开3枪，这个馆长当场就倒在地上了。那个场面看过直播回放的兄弟们肯定都记得。他带着伤却还在忍着剧痛开直播，他以为自己快不行了，在这个镜头前用尽力气恳求粉丝们，如果我走了，拜托大家照顾我的老婆，照顾我的孩子。那一幕是看哭了多少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心里面想的还是自己的家人和粉丝。万幸的是，这个馆长命大，从这个鬼门关里被抢救了回来。身体恢复以后他曾经在直播里非常明确的表示，这起案件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江湖恩怨，幕后的那个黑手就是民进党的一位高层。
大家想想看啊，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啊！一个执政党就因为一个网红敢于批评他，就动用这种下三滥黑社会的手段，就去暗害他。这已经不是政治斗争了啊，这就是赤裸裸的犯罪啊！是想用这个暴力让所有敢于说真话的人全都闭嘴啊！但是他们算错了一件事，那就是馆长的骨头他到底有多硬。这个子弹没能让他倒下，反而让他看得更清楚，斗志也更强了。从那以后，这个馆长跟民进党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他就是要把民进党这些见不得光的丑事一件一件的全部掀出来，让全台湾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啊，咱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次100万罚款的事件，经历过生死考验，连子弹都没怕过的馆长，你觉得他会怕你区区一张罚单吗？那些只会躲在暗处举报的青鸟，跟当年那个埋伏了2个小时的枪手比起来算个什么东西啊？这简直就是笑话啊！民进党这帮人从动用枪手到如今动用侧翼网军举报，手段是越来越文明了，但是本质呢是一点都没变，还是那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逻辑。他们就是见不得有人说他们不好，见不得有人不听他们的话。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呀，馆长没有被他们打倒，反而是越战越勇，他的影响力，他的号召力比以前更强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也已经觉醒了，看透了民进党那套骗人的把戏。所以说这一次的举报事件根本就撼动不了馆长的信念和立场，这对于他来说不过就是军功章上再添一道小小的划痕而已。这反而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谁是真正的勇士，谁又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小人。那些青鸟们你们尽管去举报，尽管去闹，你们闹得越欢，就越证明你们的虚弱和恐惧。而馆长只会昂首挺胸，继续的站在那里，因为他知道他的背后那是站着千千万个有良知、明事理的中国人。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那这件事后续怎么发展，馆长会怎么硬杠回去，咱们继续关注。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